凤呢，在疫情爆发的此刻呢，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受到了很多的追捧，很多人给他了很多的绰号，天才、IT 大臣啊等等之类的。当然，他的造型也很特别哈，他的讲话非常的文青。那么据说他的智商非常高，从小到大呢都是跳级哈。当然这部分呢，很多人很羡慕啦哈，是从小就是天才儿童。那么但是呢，我想跟介大使讲的就是说，最近我看到他一连串的一些言行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这个有点让我想到谁呢？想到李远哲。李远哲是台湾人，但是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啊。那么他在国际间的这个声望啊，各方面都非常的高。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他跨入了一个他不熟悉的领域，这个领域叫做政治啊。所以在政治上呢，他演出了很多荒腔走板的剧码，所以也使得呢他在台湾哦。他过去崇高的声望也好，他的支持度也好，他的形象也好，很迅速的一个崩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隔行真的如隔山呐。你就算是诺贝尔这个得主，你也不见得在别的领域能够表现得出色。好，我们再回到唐凤的身上哈，唐凤的天才哈，他的智商毋庸置疑哈。那他过去他骇客，他在电脑方面很强，好，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但是呢，在政治上，他是不是很懂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标题有点希腊哈，叫做 IT 天才 VS 政治白痴啦。另外一方面是民主 VS 权威哈，这个就涉及到了他的一个解读哈。这位天才或者是白痴，他的一个解读确实让大家蛮震撼的。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讲，他是一个助力，或者说此刻他是一个猪队友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哈？我们从一个场合开始讲起。美国呢最近举行一个 AI 峰会，我们知道中美两大国呢在 AI 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工智慧的大国，都想要彼此超车。所以美国呢在疫情期间办了个 AI 峰会啊，当然我们台湾萧美琴也有参加，我看了一下层级还蛮高的，布林肯啊，好等等都有去。那么唐凤呢，当然身为台湾的 AI 大臣，他怎么能够缺席呢？他是用影片来分享，好，分享台湾的经验。那在这里面呢，他讲到了一段话，我看了就非常有感触哈。唐凤说，他说几周前有一个记者问他哈，如何区分数位民主跟数位威权？注意喽哈。我们先把数位两个字拿掉好了，民主跟威权哈，这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一个问题哈，当然也是一个高度理想性的问题。教科书上有一定的答案，但是务实上哈，可能不见得 match 起来。我们来看看唐凤怎么讲。唐凤说呢哈，数位民主哈，在台湾数位民主是政府对人民透明。它的基础是互信，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政府对人民透明，政府什么东西要对人民透明呢？第一个，采购预算要透明，第二个决策过程应该要透明嘛，对不对哈？但是光就这两个来讲，在防疫期间，我们也不要扯远的，就是防疫期间来看哈。所以唐凤在骂谁呀哈？我们不要讲别的，讲一个最小的，唐凤负责建制的疫苗预约系统。好，我不知道介老师用了没有？我很多朋友说非常难用，意愿调查系统很好用，但是预约系统非常的难用。好，难用好用我们先不管，但你知道吗？这个预约系统还是委外的，好，不是政府自己做的哦。那委外就有经费吗？那请问这个经费花了多少钱？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懂电脑人都说这设计太烂了，怎么会是什么天才唐凤设计？搞了半天不是他设计的，是委外。那委外这么一个烂系统，请问花我们多少钱呢？结果竟然不能够调查我们看到有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写信给这个行政院要求资料，他们是有调查权的，但是3周已读不回，请问一下这有透明吗？那么唐凤还讲一段话，我觉得也非常的感慨啊。他说我们台湾面对假讯息怎么做呢？他说台湾没有从上而下的讯息封锁，而是采取去中心化、以人为出发点的因应方式。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面对假讯息要去中心化，以人为出发点？他举个例子，比方说靠着幽默来反制。介大使他讲的是我们台湾吗？好像不是吧？这个他过去他讲过什么幽默跟反制，因为他在网站上因为都匿名的，很多人来攻击他嘛。他个人他说我都是用幽默来化解了，可是这不代表民进党啊。民进党从来都是在用他的1450在抹黑别人啊。
在攻击别人。我觉得攻击现在都已经没有了，现在直接删除，直接帮你删掉。他把这个中天还可以关掉啊，对，还有这是21世纪一个号称民主政府做的事情啊。对，中天我说一个这么受到台湾民众支持、收视率好的电视台，这么大一个电视台、新闻台，它可以整个关掉，更不要说小到大学生的这个团体哈 ，Dcard，最近哈只不过是一个女生，她写的一些讯息，直接把它删掉，删掉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当事人投诉。当事人是谁呢？仔细看一下，它里面完全没有骂人哦，它连评论都没有。这个女孩呢，只是条列把蔡英文讲了很多荒腔走板的话，时间还有原文，好，陈时中讲的话，时间原文，苏贞昌等等，只不过这样整理出来，没有任何一句评论，没有任何一句谩骂，这样也不行啊。那这叫做数位民主还是权威？我觉得大概民进党里面有人得罪唐凤了，唐凤讲这句话。就在拐弯抹角骂民进党，因为他所的数位权威就是人民对政府是透明的。台湾现在是这样，我们去申请什么东西都要上这个政府的网站去申请，对。那么政府这个数位民主，这个民进党完全不合格，因为他现在比过去台湾，我知道台湾的政府在过去30年，他现在这个政府是最不透明的，不但不接受人民监督。连法律上所谓的制衡的这些机构，立法院也不能够监督。然后呢，监察院已经被他废了，然后法院也是他养的。所以现在你说我们去跟政府要一个资料要不到，立法院也要不到啊。那今天他那个会议记录他就不给你看3+11会议记录。对啊，我觉得立法院干脆直接废了嘛，以后行政院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好了，是，对不对？到现在3+11记录也说没有，好，连一个这是唐凤主导的疫苗预约系统，这个你总算难辞其咎吧？很多别的部会你说这不干我的事，经济部的事情我管不到，但是你唐凤眼皮子底下做的疫苗预约系统委外，这个预算你可以拿出来吗？他也不拿出来。对，你不说要透明吗？我跟你讲，唐凤是我认为是他腐化被政治权力腐化最快的一个年轻人他已经腐化了。因为你去看他做，他是从蔡英文第一任他就开始做所谓的科技，就是说资讯的政务委员，他拿了各单位多少的预算去搞他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用资讯来改善政府行政效率的，他那个时候可以去查。3、4年前的时候，他搞所谓的决策、政府政策民主化，对，设计了一大堆软体，在他行政院的这些网站里面说你们人民一起来参与公共政策我这个政策参与讨论，结果呢，没人理他，对，是他是闭门造车，可是这个背后，他拿到多少国家的预算？去建构这一些所谓虚拟空间的政策决策的一种民主形成的过程，都无疾而终啊。他的本领有多大？就看他设计了2次的这个软体，他督导好吧，你把它搞成什么 IT 天才。第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口罩分配的时候，那也是网上登录，也是宕机，也是搞得一片混乱。现在这一次疫苗预约。又是宕机，而且他闹的网友都说，他说系统才6000人在线就瘫痪就当掉了。比起这个 PTT 还不如这个能量也太低了。而且他的那个做出来他的解读有大问题，因为他当天在下午在这个跟陈时中的记者会，他说有100多万人现在单独要使用 AZ，130万人，到了晚上就说，我们解读资料错误，只有6万多人。要打 AZ， 你想想看，差19倍。我说这个错误实在是太低阶了，太离谱了。而且当初是用一种几乎欢呼的方式在发布这个讯息嘛，对不对因为 AZ 都是日本来的你看看有这么多人捧场，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民进党支持者很多嘛因为这个 AZ 都是我们民进党这个功劳。但是没想到犯了一个这么低阶的错误，竟然连这个数字都搞不清楚只有6万讲成130万，然后绿营的侧翼网军马上就一连串的这个发文，我们看到这个包括
括这个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等等，然后做各式各样的解读啊等等啊，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丢脸丢大了。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唐凤哈，他如何解读所谓的数位民主，我们再来看看哈，他如何解读所谓的数位权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哈。什么叫做数位权威呢？哈，他说刚好反过来是强迫让人民对国家透明。你知道我嘣的一下，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我想到我们的简讯10连制。介老师，我想你一定，我在我们台湾现在啊，到任何地方，到大卖场啊，到超市啊，到便利商店，到餐厅啊，甚至你去药房买个药啊，你去随便去买包卫生纸，你进去都得要扫码扫一下。扫完码之后呢，我们看到它首先它会跳出来什么？它会说哈，这是政府10连制哈，仅作为防疫使用。仅作为防疫使用，也就是说哈，这个讯息上传云端之后，基本上你这个人就被看光光了啊。今天你去了哪里，他通通可以掌握你的行踪。那过去很多人就担心，我不希望这个扫，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行踪被政府掌握啊。但是政府这个跟你保证，我只会用在防疫，绝对部分绝对不会做。而且现在我们扫的时候，它会跳出在你手机哦。好，真的是这样写。但是最近就被发现啊，好，警察拿来，去抓犯人。好，虽然没有错，他这个用意是好的啦，是抓犯人、抓通缉犯嘛，哈，这个很多民众说 OK 啊，但是他既然可以把它违反我们的约定用来抓犯人，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够保证他不能够违反约定？哈，拿来做一些打击政敌的一些工作呢？不是，民进党就被抓包了。民进党是有名的双标党啊。他说的话，你要真的信的话，那真的会被他害死啊！所以唐凤，我说他堕落的最快，他是个年轻人，他因为政治，你看现在就变成了民进党这种威权政府所谓数位威权政府的一个帮凶，还要替他涂脂抹粉。他不是一个堕落的最快的一个年轻人嘛？因为尝到一点政治权力，民进党政府把他给他位置，随便我跟他讲搞一个他的一个计划。他要去民间，去公司，谁给他几亿的钱，让他去做实验啊？可是民进党就大把招票给他去花。他今天他搞的所谓这个什么预约制哦，他有公开招标吗？他是找他朋友吗？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做出这么烂产品？那不是正好是政府应该对人民透明的？怎么立法院去查都查不出来呢？所以他今天就是因为民进党绑他一个造神的一个目标，回过头来，唐凤变成一个非常腐化、非常党派性的，用他的专业知识为一个违反人民基本权益、在戕害人民生命的民进党这个政府的一个帮凶。所以台湾现在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本来唐凤基本上就名过其实，没这么大本领啦，他没这么大本领。第二个，他的这个声望本来就大于他的能力。他民进党善于造神，为什么？他要去蛊惑年轻人，看我可以重用这种背景的人，对不对？我不需要透过什么大家怎么讲，像一层一层的慢慢展现你实力，用你的实力，我一下就把他造成神，一下子把他当作政务官，就是部长级的。那为什么？就是为了民进党利益。可是呢？唐凤今天就安然被民进党收买，因为民进党给了他很多额外的利益。可是从他本人来讲的话，他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如果还有道德标准的话，是不是碰到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收买他的人，就把他所有的道德标准都丢到一边去了，然后变成民进党这个政府的帮凶，讲这些屁话，事实上他自己。他讲起来好像说是冠冕堂皇，可是用来检视他现在效忠这个民进党政府，哪一点不都是正好把民进党当一个照妖镜照得清清楚楚？所以确实绝对的权力让人这个腐化。我们看到这个在权力的面前呢，很多人会迷失自我。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包括李远哲包括唐凤，他们可能都学有专业但是假设认为自己学有专业、智商很高，就什么都通的话下场就是如此。但是我很担心，像这样一个唐凤他也许对于数位权威跟数位民主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台湾现况的理解恐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因为无知呢还是因为故意呢？还是想要帮你所服务的这个政治团体在这个擦脂抹粉？无论如何，我认为他在美国的 AI 峰会上呢，散播了一个错误的
台湾的氛围，一个错误的台湾的气氛。特别是他告诉大家哈，台湾政府面对假讯息哈，用的是幽默的方式来反制，用的不是上而下的封锁资讯，这点呢就是一个假讯息。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讯息。但是由唐凤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散播出去，带着微笑哈，留着长头发，我觉得让很多也许全世界的民众呢，对于台湾有一个极度错误的解读。那么另外呢，唐凤念兹在兹哦，他很喜欢用透明这两个字啊。我看到他过去的言行等等，他只要谈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政府、一个体制，他一定会讲到透明。但是恰恰巧在这次疫情当中，最让台湾人民诟病的就是不透明嘛啊。像我们刚刚讲，连他自己建制的这个系统呢，这个委外多少钱，它都不透明。另外呢，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个 BNT 的价格也好 ，AZ 莫德纳的价格也好啊，民间采购的价格可以透明，政府采购的价格为什么不能够透明？然后呢，还有在它的预约系统当中，大家也不太能够理解，预约系统现在只有2个厂牌，一个叫做 AZ， 一个叫做莫德纳。那么我看到新闻，据说呢，下周开始可能会把 BNT 也放在上面。很多人哈、可能是反讽的语气啦，说那高端跟联雅呢？好，我们的政府哈大力吹捧的，宁愿让这个台湾不断的在死人，但是坚持要等下去的我们的自产疫苗高端联雅，怎么会没有放在这个这么重要的预约系统里面？这也是很蹊跷啊。那个，我希望他还是不要放上去，因为我不希望将来是打这2支没有经过这个好完整的这个好检验程序出来这个疫苗。哎，有一些绿营支持者愿意打，我觉得也鼓励他们打。这钱都已经花下去了，500万剂。民进党党部应该呼吁他们的这个支持者哈，要展现哈大公无私哈，支持民进党政府的这种爱台湾、身先士卒嘛，率先示范嘛。反正我只记得有一个人说他的手臂是要留给国产疫苗，那就那位姓蔡的女士哈，她到时候不要像那个很多人怀疑她早就打了，不知道是不是不要像于天一样啊，说话不算话，到时候不打啊，打又跑去抢莫德纳。那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就回过来像这个唐凤啊，不要用他的姿势，年纪轻去做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帮凶。这一次防疫上面，民进党真的是自作孽哈，不可活。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把他的意识形态，把他的私利，不但是就赤裸裸的凌驾于人民的生命之上。这个就是怎么样率兽食人啊？孔子讲的率兽食人，在吃人啊！你现在是1000多个人命，是1000多个家庭啊，造成这么大悲剧，他们应该真的趁智悔悟。这唐凤年纪轻轻的，就因为民进党给你关做吗？你的道德良心，你的知识要用在对的地方，去作为民进党的帮凶，替他涂脂抹粉，讲的都是跟台湾现实状况完全相反的。季老师，会不会我们误会了唐凤啊？会不会我说他在这个 AI 峰会上他把握了这么重要的国际场合他就这么直白的在骂谁啊？我就怀疑你觉得他第一个骂的会？你觉得前3个他骂的嫌疑犯会是谁？我想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我们希望把他把他外销出去嘛，一个姓蔡，一个姓苏，一个姓陈嘛。这3位先生造成我们今天台湾民不聊生啊，从来没有这么惨过的我们这个生命真的大家都感觉生命不保，生命就受到威胁。第二个，现在我们很多基层的朋友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我们何曾遇到过这么样的一个惨况？这些人还在争功，所以一买到 BNT， 你们看这些民进党这些像唐凤之流的这些政客出来争功，然后把这些割到尾，这是让人家真的看不下去啊。那真的，我常常就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改为这个内阁制。这时候没有什么任期保障，这种烂政府就应该倒阁了，就应该重新大选换人了。那不过这些人借着这个任期的这个保障还要继续吃香喝辣，继续草菅人命。那真的台湾一向是一个宝岛，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人祸，真的这是人祸滔天的人祸。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我想支持像这个蔡英文这些权贵集团的人，应该好好的这个思考一下，该醒一醒了。
好，所以我是觉得蛮可惜哈，以这个唐凤的智商或是能力哈，我觉得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个理智摆中间，或是良心摆中心的话，他可以帮台湾去做一些事情啊。刚开始上任的时候呢，他的形象确实是相当的清新。那么据说呢，日本人现在非常迷他哈，所以他要代表台湾去这个东京奥运哈，参与这个盛会。那么很多人就也很不以为然，觉得你拿台湾的这么高的薪水哦，在这么需要你的时候，而且你的疫苗建制系统这么烂的时候，你应该优先去解决我们台湾人的问题，而不是到日本呢去享受一些虚无缥缈的荣耀啊。另外，在国际间做了一些错误的发言，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这20分钟哦，我跟季老师谈的，我觉得这个主轴其实很简单，叫做一个年轻人的堕落历史啊，或是唐凤启示录。从以前的李远哲到现在的唐凤，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是，其实你不懂的事情呢，不要假装学会。